今天是范县首富儿子大喜的日子，门前聚集了很多前来道喜的乡亲。花轿一到，众人纷纷鼓掌。媒婆叫道：“正准备拜堂时，门匾上突然出现了一条蛇，大家都被吓得惊慌失色。新娘饶小梅抬头一看，脚下借着旁立一蹬，来个华丽转身，就把蛇轻松地抓住了。大家拍掌夸赞新娘轻功了得。范夫人愣了一下，走了过来，拉起了新娘的手，看了一眼。来人呐，把这喜账给我撤，把礼金退还给大家。今天范府这婚事就此做。一对新人都蒙圈了，众人也都纷纷猜测。新郎范子阳更是当场质问母亲：“娘，您这是干什么？这可是儿子的终身大事啊！我跟小梅的亲事早就已经定好了，今天来的亲朋好友都是来见证我们的婚礼的。过了这个门，小梅就是我的妻子了。既然还没过这个门，她还不算我们范家的媳妇。”而小梅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怎么突然就悔婚呢？”这时范夫人拉起了小梅的手：“男人断掌掌朝纲，女人断掌守空房。断掌的女人克夫克子，难怪他家的父母兄弟全死尽了。我绝不能让这种扫把星进我范家。”尽管小梅一再的解释，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是因为在押镖的路上遇险，根本和这事无关。范子阳也跟着解释这个事和小梅扯不上关系，但是没人相信他们，还说他想骗婚。尽管范子阳很想和小梅成亲，可在父母之命的年代，却也只能作罢。范母为了拆散儿子的婚礼，居然强行的把新娘的凤冠扯了下来。虽说子阳很想阻止，但被下人死死拉住，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人任由母亲摆。范母告诉众人：“各位，从今往后，我儿子阳跟这位姑娘再无任何瓜葛。”众人也把小梅当成了晦气的扫把星，一个劲的要赶走她。小梅强忍悲痛对范母说：“夫人，您是子阳的亲娘，您不让子阳娶我，我饶小梅无话可说。可是您不能这样当众侮辱我，并当众宣布：从今往后，我饶小梅和范家再无瓜葛。”子阳也是悲痛万分，好好一段姻缘就这样被拆散了。在古代，这是多么荒唐的理由啊！同一天，也是范县新县令上任的日子。范半城顾不上今天是儿子的大喜的日子，召集着当地的名门望族，早早的就来到县衙，准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大家翘首仰望着前方，县令却迟迟没来。这时点使吴良方让范老爷先回去主持儿子婚礼，但是吴老爷却说：“没关系，小儿的婚礼待会儿回去也不迟。况且这次来的新县令可是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啊！这地方的父母官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咱们范县百姓的生计。小儿婚礼不重要，在这儿等多久都迟。”过了半晌，官轿果然来了，厉声令下，锣鼓喧天，雄狮跳跃，好不热闹。轿子一停，大家纷纷围了上去，拱手作揖，恭迎县太爷。大家自我介绍了一圈，可当轿门一开，大家都傻眼了。轿子里坐着的是郑板桥的奶娘，拿着她的官服和大家见面了。她笑容满面的跟大伙打着招呼说：“我老太婆活到这个年纪，还第一次有这么多人来迎接我。哎呦，还有舞狮子的，哎呀，真好啊！真是沾了我家小码头的光。”郑板桥也已经到县城了，他边走边吟诗自乐，好不开心。经过河边时，恰巧遇见了小梅，正要往河里走去，以为她要轻生。情急之下，郑板桥顾不上自己不会游泳，就往河里冲。别轻生啊！不要轻生啊！姑娘，不要轻生，不要轻生！哎呀，别想不开呀你！放开我！流氓！原来是子阳送他的手绢不小心掉河里了，他是为了捡手绢才走到河里，并不是轻生。郑板桥为了了解当地的民情民况，穿着一身便服，牵着毛驴来到了集市。这时附近传来吵闹声，循声望去，竟然有两人在抢争一头牛。当地恶霸洪兴的家丁张柱正和村民麻三抢牛，麻三想让来福为自己做主，想不到来福也怕得罪恶霸洪兴，就搪塞几句。郑板桥看出了恶霸明摆着要抢百姓的牛，便心生一计，叫住了来福。这老百姓两家争牛，你应该帮他们解决才对。这牛到底是谁的，你得给个公断呐。来福趁机询问郑板桥怎么办。既然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那就不如先迁到县衙。这边洪兴爪牙在欺凌百姓孙奶奶，紧要光头小梅大声呵斥道：“住手！”并一把推了恶霸一下，并把孙奶奶扶了起来。
转过身来，我说你们有没有人性？这么多大男人欺负一个老太太，连人家祖宗牌位都不放过，你们不怕遭天打雷劈吗？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被范家退货的段长梅吗？小梅何时受过这般侮辱？上去就是几个连环掌耳光，还赏了一个霹雳腿。我告诉你们啊，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你们要再敢胡说八道，我让你们断掌断腿！恶霸恼羞成怒，臭娘们儿，给我杀！只见小梅眼疾手快，一打一个准，3下5除2就把他们全都打得屁滚尿流。恶霸看这架势是占下风了，孙婆子，今天姑姐放过你们，明儿个再不还钱，就把你们祖孙俩卖到凤鸣院。老百姓为小梅行侠仗义的勇气鼓掌称快。小梅向孙奶奶了解情况，孙奶奶好了，不哭了。那你现在欠他们多少钱，孙奶奶50两。你先别哭，你在这个地方等我，我去替你讨公道。郑板桥刚走到县衙门口，就听到有人击鼓鸣冤。看到偶遇的姑娘在击鼓鸣冤，误以为要撞到自己，捕头姚三打开了县衙门。原来小梅是来告恶霸洪兴欺横霸市的。新官上任3把火，郑板桥厌恶逢迎拍马，决心摒弃恶习。一上任到县衙就整顿风气，对衙役们立几个规矩。他亲自给衙役们整理服装，要他们把衙门内所有的门窗打开，在墙上砸几个洞，以散散历代贪官污吏在这里留下的官场恶臭。只要自己开堂审案，衙役的大门一定要打开，允许百姓旁听。凡自己出行巡街不做官教，也不准鸣锣开道，只需2盏灯笼，写上板桥2字即可。当差者凡衣冠不整者罚钱1吊，因为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代表的是大清的律法。才华洋溢的郑板桥还挥笔写下山凡就剪3秋树，领一标新2月花的对联，悬贴于衙门的大门上，用以表示自己改革陈规陋习的决心。所有的衙役都被郑板桥的气势震惊。升堂会我替姑姑的孙奶奶状告恶霸财主洪兴。郑板桥听闻后表示会了解情况后再做进一步的处理。竟然有这么多人要告他，结合了白天在集市上抢牛一事，他决定要好好审审这个人。第二天，张柱和李麻就被带到了衙门，二人还在继续争着。县太爷心生一计，说道：“我说你们2个有病吧？啊，拿一头病牛往我这儿塞，这牛到我这院子里，一个传一个，我这衙门里的牲口全都蔫了。赶紧牵走啊，越远越好，马上。”大人，这样，这牛既然病了，那我就当做件好事，这牛让给他了。张柱一听牛有病就不要了，可李麻却表示牛是自己的，生病也要。这时猪队友来福砸场子来了，说昨天还好好的没生病。洪兴洪老爷这次让我来，那是以礼相待。这个给您，这个是洪老爷让我孝敬您的。牛只要没病，您就让我带回去吧。就讲究个脸面。再者说了，他就想通过这头牛跟您交个朋友，不是？来福都看傻眼了，不是说是个清官吗？怎么这会儿就开受贿了呢？就让张柱把牛牵走了。李麻心里说不出难过。县衙的桌上堆积着厚厚卷宗，全是状告洪兴一人的，可见此人是多么作恶多端啊！郑板桥转头找到了李麻，把刚才张柱拿的银子给了他，说就当是卖牛的钱了。小梅带着县令到孙奶奶家，正好碰到恶霸洪兴来收账，因为还不上账，准备要把他孙女卖掉。小梅一看这人欺人太甚，上前就和洪兴据理力争起来。可洪兴是个没理可讲之人，没说几句，2人就大打出手。饶小梅武功高强，没一会儿就把洪兴打败了。他正要招呼手下时，被郑板制止了，便亮明了自己是当朝县令的身份。洪兴这下收敛了不少，百姓更是给父母官下跪请愿。这里的百姓因为欠了恶霸的银子，天天都被洪兴收走，连人都被迫拿去干活抵债。郑板桥为了给百姓们一个交代，许下了为百姓赎身的承诺。上集说到恶霸洪兴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郑板桥承诺给百姓赎身。身为当地父母官，他绝不姑息这种地主恶霸。本人初到本县，人生地不熟，不过你洪兴的名字我可听了不是1次2次了，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啊。郑大人，你别听他们瞎胡说。在我县衙那桌子上，上百个案子，你洪兴一个人占了80个，这么些案子，我忙3年我都忙不过来呀。听这么一说，洪兴便笼络县太爷。郑大人，我洪兴不是那种不上道的人啊，只要您开个口要多少，我这儿
都给您奉上。但是他决定等时机到了再开口。红星还以为这就搞定县太爷了，岂料县太爷话锋一转，外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所有的人我都带走，卖身契给我，我还你本钱。至于这利滚利嘛，哼，就别再滚了，行不行？成，都给您了。红星迫于郑板桥的威慑力，只能答应了。衙门里的人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口不绝地夸赞着。县太爷帮乡亲们赎了身，大家高兴极了，纷纷带着家里的瓜果来感谢他。成为八怪之一的江南才子，同样也喜欢和朋友在茶馆了畅享人生。但此行郑板桥有着重要的事，扬州城的虹桥茶馆。知道我们这什么地方吗？那进进出出的都是文人雅士，都是爷们儿，都是角儿。你是谁呀？赶紧走啊！别在这丢人现眼。去！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喝啊？不喝了。小梅为了进茶楼一探究竟，女扮男装的混进去了。刚走到，愤怒的推门进去。郑板桥看到小梅十分意外，不容他解释。郑大人，你拿着朝廷俸禄，弃范县疾苦百姓而不顾，大老远的跑到扬州来寻欢作乐，你到底有没有羞耻心啊？不是，我寻什么欢，做什么乐了我？郑板桥，我给你一个强烈的建议，你现在最好马上跟我回范县去，要不然啊，我就把眼前的事实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费姑，你觉得怎么样？告诉费姑是吧？你去告诉她，我不怕。为了给自己消气，还拿起了桌上的扇子给自己扇着降火。郑板桥边说边站起来，解释这是为了解决范县的民生问题来的。你看啊，咱们范县的麦秆啊，细长，韧性好，这可是编织的好材料啊。一点没错。这彩虹和绯红两位姑娘可是扬州著名的秀女，这种扇子如果在二位的操持下，一定会在扬州掀起麦秆扇风潮的。说得好。小梅知道后惭愧不已，善解人意的彩虹看出了小梅的尴尬。穿着男子打扮，拿这把扇子也太不相称了。不如二位稍等片刻，姑娘随我来。去哪儿？便带着她到自己的房间，给她精心打扮了一番。郑板桥看后眼前一亮。好啊，哎呀，真没想到你还有这等风采。哎，穿上这衣服啊，再配上咱们这把扇子，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呐。看来咱们这麦秆扇子生意啊，大有可为呀。带着好消息的两人回来了，大家在费姑的安排下填饱了肚子，但是大家还是不明白县太爷葫芦里卖什么药。头，原来咱们大人不是带着小梅玩去了，是给大家找生计去了。你看，你错怪他了吧？但愿如此吧。希望咱这位新上任的大人能够人前人后一个样。姚三还误以为他们出去是旅游去了。衙役们知道县太爷的计划后感慨万千，对他也越发的信任起。头您错怪他了，人前人后一个样。乡亲们做的扇子在京城里卖的是相当的火爆，就连皇宫里的夫人们都喜欢的不得了。慎郡王更是亲笔写信告知其好消息，令郑板桥信心大增，决心带着大家大干一场。上集说到郑板桥带领大家大干一场，范县百姓们做的麦秆扇得到了慎郡的肯定，带着乡亲们干的是热火朝天，不亦乐乎。这陈长生案已暴毙结案，为什么慎郡王还要我彻查此案？看着这一桌的案件，统统都是状告红星的。这些案子全是跟红星有关。郑板桥决定好好的清查一下他，于是安排了姚三等人暗暗跟踪他。为了更进一步了解红星，郑板桥跟范县首富喝酒聊天，更是不知情的透露了要查红星的消息。范半成为了笼络县太爷，叫来2个美女，可县太爷却委婉的拒绝了他的好意。待他离去后，你速去通知红星，说郑板桥盯上他了，让他一定当心。狡猾的红星利用了来福爱贪小便宜的特点，派一个老太太在街上大声吆喝免费吃鸡蛋。来福见有这等好事，当仁不让的上前去，不一会儿就吃了好几个。老太太还给他喝了水，但是有迷药，没一会儿就躺地上睡着了。大夫，头，坏了！便匆匆的带着来福到红星的家里，岂料红星已经逃之夭夭了。姚三啊，姚三，你可真行啊！我让你死盯着红星找证据，谁让你上他们家了？谁让你抄他们家的银两了？
这时姚三把自己拿到的账本交给了郑板桥，郑板桥十分激动，因为这个账本是证明红星从事违法买卖的直接证据。但是这红星太狡猾了，他记的是一本暗账，看来想要扳倒红星，就得先看懂这个账目。红星逃到了自己私开的煤矿上，因为郑板桥把百姓都赎了身，所以矿上无人工作。红星很是气愤，为了报复郑板桥，当天夜里经乔装打扮一番，偷偷潜入麦秆山作坊。范子阳也来作坊找小梅，为结婚当天的事给他道歉。小梅表示两人有缘无分，不怪他，说着就离开了。大人，不好了！怎么了？作坊着火了！快救火呀！红星为了不让百姓过上安生日子，竟然一把火把麦秆山作坊给烧了。这红星还真是个害人精啊！衙门来贼了，你书房被盗了！啊，坏了，丢东西了，丢东西了！丢什么东西了？值钱不值钱呢？值多少钱呢？咱报官吧！哎呀，娘啊，咱们就是官哦，咱们就是官。您看没看见？就在我这桌子上放着一个蓝色的账本。哦，蓝色的账本，您看见没有？你躲开！你我要找的就是这个。但是他还是小瞧了郑板桥。博学多才的郑板桥经过推敲一番，认定了是红星等人干的坏事。为了能早日抓住这个恶霸，他想了一个好办法。你告诉秦老伯，把我说的话传出去，对外宣称这扇子嘛还在县衙里存着，没放在麦秆扇房，根本没被烧掉，完全可以按时交货。好，明白。次日，小梅和衙役们假装送货到京城，红星带着手下早早的就埋伏到必经路上了。小梅假装失手被红星拿下，她看到了写给王爷的信，以为是运了一车的金银珠宝，兴奋极了。这些金银珠宝全都归我了。住手！都别动！都别动！别动！幸亏郑大人神机妙算，不然你这条鱼还真不好逮。有勇有谋的郑板桥就这样把红星缉拿归案了。为了收集红星的犯罪证据，县太爷亲自去了红星的家里，仔仔细细的搜查了一番，果然在案柜里发现蛛丝马迹。这下姚三更是对郑板桥佩服的五体投地了。上集说到郑板桥带着姚三到红星的家里，仔仔细细的搜查，果然在案柜里发现了蛛丝马迹。姚三对县太爷更加佩服了。博学多才的郑板桥凭借自己的智慧，推算出了红星案账上的内容，才知道红星在山上私开的盐矿，带着小梅和衙役们前去查看。他们大人，这是个盐矿。那就是说，卖身给红星那批失踪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施工的时候被埋在了里面。郑板桥开堂审理了红星，县衙外挤满了前来围观的百姓。刚开始还气焰嚣张红星，以为县太爷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可他还是小瞧了郑板桥。等搬出证据，他再也没了往日威风，声称这事和他没关系。证据确凿，你还敢嘴硬？好，我给你带个证人再看看。传江明。大人，大人，你总不能随随便便找个人诬陷我吧？随便带？你知道我在哪儿碰上江明的吗？大人明鉴，小的就是矿井坍塌唯一活下来的矿工啊！大人，你要为小的伸冤啊！这里面可埋着80来个弟兄呢！大人，现在小的别无他求，只盼着大人能为小的那些死去的弟兄们还一个公道。大人。
这惨绝人寰的事让郑板桥更是下决心要为百姓讨一个公道，话里话外的表示还有幕后老板。郑板桥下令将红星收押大牢，上报后由刑部处置。这颗长在范县的毒瘤，终于被郑板桥连根拔起了。百姓们听审后纷纷拍手称快。范半成为了保全自己，便让手下赵二虎除掉红星，以免他出卖自己。赵二虎乔装成卖古董商人，趁衙役们不注意，他悄悄地在给红星的饭菜里下了毒。不知情的衙役给红星送来饭菜就走了。红星醒来看到有老鼠在偷吃自己的食物，就赶走了老鼠。饥肠辘辘的红星此时只顾埋头苦干，吃了几口，发现刚才那只老鼠突然死了，顿时明白饭菜里有毒，大声呼叫衙役。话音刚落，就七窍流血倒地身亡了。姚三觉得是自己平日里对衙役们疏于管教，鞭打了2位衙役，但郑板桥拦住了他们，因为红星已死，打死他们也无济于事，只能另寻别的突破口。县城的百姓们为了感谢范半成，为他们修缮麦秆善作坊，为他们家缝制了百服衣。是这样啊，这个范县老百姓啊，为了感激你们2位的大德，特意送上一份礼物，非常贵重。明面上是送礼，实则一是为了来范府替小梅出一口恶气，二是为了来范府调查案件，怀疑红星的死和范府脱不了关系，正可谓是一箭双雕啊！但还是被姚三打草惊蛇了。为此，郑板桥给姚三停了职，作为给他的惩罚。范半成知道今天夫人受了窝囊气，还被姚三调查到自己的府上，非常的气愤，被人当众游街，胸口挂着我是小偷，还要无条件接受被扔烂菜叶子，看了真解气，恨不得穿越到古代。隔天有几个青楼小姐姐到县衙找郑板桥，说是姚三偷了凤鸣院燕姑娘的肚兜。啊，不可能啊！我们头从来不做寻花问柳的事儿，怎么可能偷你的肚兜呢？县太爷也在一边附和，说姚三是个正人君子，不能干出如此龌龊之事，还说没有证据，可别冤枉好人。姑娘们掏出了姚三的腰牌，这下他也傻了眼了，明知道姚三是冤枉的，竟一时半会的不知怎么为姚三解释。姑娘们上手扒开了姚三的衣服，当场抓住了他偷肚兜的事实。姚三自己也蒙圈了，这下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己绝没有偷过东西，定是被人陷害，却解释不清。哎，瞧，那个是偷肚腰的，姚不懂。他这回可真是人丢大发。当地的百姓也都纷纷的嘲笑他。姚三被当众侮辱，憋着一肚子的窝囊气走了。郑板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为他明白姚三是个正人君子，一定是被冤枉的，可一时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影响整个衙门的名声。姚三为了证明清白，竟然想一刀结束自己的生命，还好郑板桥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为了帮姚三洗脱冤情，郑板桥准备亲自到凤鸣院查探。这一决定可惊着小梅了，他坚决否定了郑板桥的这一决策。在古代，像县太爷这样的人是不能到凤鸣院这样的地方的。但为了查找到真相，他顾不上这些了。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么多？我郑板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心无杂念，我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时，小梅请求让凤鸣去查看一番，同样的理由也被县太爷给拒绝了。他们俩商量了一圈后，决定还是让小梅带他到凤鸣院一探究竟。次日，小梅带着来福来到了凤鸣院，和丢肚兜的燕燕套上了近乎。此时的燕燕还在气头上，小梅只好陪着笑脸和燕燕聊上了。通过聊天得知，这不是第一次肚兜，而是经常丢。郑板桥带着姚三到客栈查找线索。是啊，大人，一定是有人动了我的衣服。没错，在你喝多的时候，有人动了你的衣服，给你穿上了一件肚兜。胭脂盒，小梅这边也发现了新线索。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那样打量下人。我没有，我只是看他有点眼熟。我2天前夜里在云来客栈外面见过他。2天前的夜里？对啊。那不就姚三哥出事那天晚上吗？对呀。你确定？我确定啊。云来客栈。云来客栈。来福，太好了，赶紧回去禀报大人。哎，你不生我气了？不生气了。谢谢范公子。回到县衙后，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了县太爷，凭借着职业的敏感，设了一计。好啊！今天终于抓到你了，快了，我受不了！抓住了真正偷肚兜的小偷，还了姚三一个清白，也还了县衙一个清白。盗贼虽然被抓，但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伙计敢陷害一个捕头呢？郑板桥决定此案不是那么简单，背后应该有更大的阴谋。
肚兜贼被凤鸣院的姑娘拖到街上，当众游街，全城百姓都对盗贼给予最高的奖励，真是大快人心。世元是大家闺秀，这天他出来逛街，被一位纨绔子弟调戏。这个公子的来头不小，是山东巡抚之子哈图。哎，新小姐，前面有个茶楼，要不然咱们过去聊聊吧。你放手！就在前面不远。你放开我！聊了嘛？你弄疼我了！陈轩看到了那个人正是自己的未婚妻，上前把她救了下来。但是陈轩觉得自己愧对世元，没脸出来见他，之后就马上躲开了。世元用真情感动了陈轩。你既然躲着不出来，那你就躲得远远的，躲到天涯海角，一辈子都不要出来。两个有情之人终于见面了。郑板桥到钱县令的墓前拜祭陈县令，并许诺一定帮他查出凶手。而此时钱县令之子正躲在暗处，看到了这一幕，断定这是个清官，想要投靠这个县太爷，帮他找出杀父仇人。由于陈轩现在没有背景，只是一名赤脚医生，早先定下的婚约也被迫取消了。因为秦老爷不想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一个穷郎中，所以出来阻止两人见面，必激动把老妖给闪了。小梅和郑板桥去帮费姑抓药，知不知道这2只鸡挺沉的？哎，我这2包药也很沉的，很沉的。当然，你就帮我拿一下嘛。小梅，这带毛的东西我可摸不得，我一摸，我这浑身就痒痒。原来你郑大人也有怕的呀！哎，大人，这回你可有把柄在我手上啦！远远的就听到了吵闹声，小梅不管不顾的就把鸡扔给了县太爷，冲了过来，看到陈轩正抓着秦老爷，以为秦老爷被欺负了，二话不说的就把陈轩控制住了。其实是陈轩正在帮秦老爷治疗腰伤。世元连忙解释：小梅姑娘，你快放开他，他是我的未婚夫，不是骗子。哎呀，小梅放手！未婚夫，你没事吧？哎呀，打错人了。是的，是的啊。没事，姑娘。你没事，我有事。启禀大人，他不但是我的未婚夫，他还是已故陈县令陈长生之子，他绝对不是个坏人。你是陈长生之子？郑板桥连忙把他带到县衙，因为慎郡王让他到范县当县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他查出陈长生的死因。经过了解一番，确定了世元与他有婚约一事，同时也进一步的了解钱县令之死当天的情况，确定了钱县令是被人用毒药毒死的。为了确保陈轩的人身安全，郑板桥把他安顿在县衙里。大人，我知道真凶是谁。谁？范仁。当听到这个人的名字时，县太爷非常的吃惊，因为范仁富可是范县的大善人，无偿的为百姓们做了很多的好事，声望也极其的高，所以一时间很难接受他是杀人凶手，但答应一定帮他彻查此案。郑板桥知道这是个棘手的案子，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万万不能动的，只好先安排陈轩先去休息。难道他们也是官商勾结，沆瀣一气不成？好，那我不打扰了，大人，在下告退。郑板桥是思绪万千，因为在百姓的眼里，范仁富可以是当地的大善人，但是陈轩说的话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一时竟让他陷入两难之地。陈轩见县太爷没听自己的，就只身一人来到范府调查，可这里下人家丁众多，刚进入范府就被抓了，还报了官。范仁富跟着到县衙，还一直帮着解释这是误会，说陈轩不是小偷，不会跟陈轩计较。可陈轩还是不依不饶的，郑板桥只好把他关进大牢，这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范夫人为了拆散小梅和子阳，约小梅出来见面。小梅心情激动地来到了约会地点，这时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小梅为了不让心上人失望，淋着雨等待子阳的到来，但是没想到却看到了子阳带着别的姑娘出现在面前。小梅彻底失望了，这个县太爷真是累，一边管着县里的大事小情，一边还要当红娘，为了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真是操碎了心。范母为了拆散儿子的恋情，故意让小梅看见子阳和别的姑娘一起逛街，好让小梅死心。县太爷看到小梅淋着雨，而且泪眼婆娑的，很是心疼。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范子阳呢？为了解除两人的误会，郑板桥派人把信给了范子阳，原来是他母亲出的主意，让下人模仿他的笔迹写信给小梅。子阳知道后非常生气，不顾父母阻拦，急着跑去找小梅解释。小梅生气，故意不理睬他，子阳只好跟在他身后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解开误会后，两人更加的亲密了。
这边郑板桥为了陈轩的婚事，他亲自登门和秦老爷聊起了陈轩的婚事。可秦老爷觉得此时的陈轩一无所有，绝不能让女儿嫁给他受苦，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郑板桥来了个迂回战术，说是给他女儿介绍个好婆家，并询问他有什么要求。这第一呢，要有银子，要让我女儿过上衣食无忧、不为银子所困的日子。这第二呢，就是上无父母，下无叔姑。这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找的这个女婿一定要比我更疼爱我的女儿。经过一番了解，心里有底了，觉得陈轩基本符合了要求，现在只差钱了。郑板桥决定帮这对有情人，首先是让陈轩在义诊，给百姓免费看诊3个月，然后就送给他，让他有着稳定的收入，还亲自联系了想收藏他画的富商。为了陈轩的婚事，县太爷真是操碎了心啊。但是陈轩觉得县太爷已经帮了他很多了，不能再麻烦他，就拒绝了县太爷的美意。这个陈轩真是有骨气，郑板桥也觉得他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好人。刚刚走到县衙院子，就碰到一位满面红光的男子，凭借着自己的医术，看出了该男子身患重疾。邱老爷是不是作息颠倒，夜夜笙歌，且酒色不惧？原来这就是来买画的富商，当着众人的面说他的隐私，让他觉得很没面子，说陈轩是个江湖郎中，胡说八道，还把陈轩批得一无是处，破坏了他买画的好心情。可话说刚说完就晕倒了，众人见状赶忙把邱老爷扶到义诊堂，经过陈轩的妙手，把邱老爷给救了回来。只是当他醒来时，口眼歪斜，他非常感激陈轩的救命之恩。陈轩告诉了他的病因。您这种症状啊，实属寒邪之中少阴，是气血冲上了脑门所致。方才啊，我已经给您扎了针，让您安睡片刻。刚才您出了一身虚汗，这症状啊已经慢慢减弱了。以后啊，按我给您开的药方按时服用，假以时日，症状也就会慢慢缓解。让他放心休养，并让他改变生活习惯。邱老爷听了陈轩的话，也表示一定会谨遵医嘱。事后富商赠与陈轩1000两白银，作为答谢陈轩救命之恩。陈轩用这笔钱置办了房产，还亲自来了秦老爷审核一番，向他证实了陈轩凭借自己医术，也可以让世元过上幸福生活。秦老爷这下无话可说了，只能勉强接受了这桩婚事。郑板桥也兑现了承诺，帮他女儿找到好婆家，也帮着陈轩成就了这么一桩好姻缘。这个巡抚大人刚到家就大发雷霆：好，既然你跟老夫我来这套，那老夫就奉陪到底，看看到底最后谁输谁赢。破口大骂郑板桥，给自己设圈套，并让燕哈图立马到范县把秦世元强娶回来。出这口恶气，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不过这也正中了燕哈图的下怀。燕哈图马不停蹄地来到秦家，想抢在陈轩之前把世元娶回去。花轿已经到门口了，你不嫁也得嫁，要不然你让我们燕家的脸面往哪儿搁？看看这燕哈图，霸王硬上弓，志在必得的样子，真想上去抽他2耳刮子，就是不小心撞了一下而已，就能让他认定这就是他要娶的人，更是以秦老爷的性命相威胁。大家正在帮着陈轩布置新房，小梅更是亲力亲为。世元被迫穿上嫁衣，但想着要嫁给这个无赖，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小梅在赶去和子阳约会的路上，看见了燕哈图的娶亲花轿，断定这是燕哈图来秦家抢亲。可小梅这时孤身一人，没什么好办法，就只能趁着夜色给世元的花轿里丢了一个小纸条，想要救他出去。为了能成全陈轩和世元，小梅想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法子，就是让小梅穿上嫁衣，坐进了花轿。燕哈图满怀欢喜地迎娶了这自己的新娘。世元赶回来搬救兵，并向县太爷说出了燕家抢亲的事，大家伙都非常着急。郑板桥更是火冒三丈，便差费姑出去找姚三。子阳知道小梅的处境后，着急忙慌地赶到燕府去救他的心上人。山东巡抚家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因为今天是他儿子大喜的日子，达官贵人前来道贺。待新人一到，鞭炮齐鸣，众人纷纷相聚在门前，迎接着一对新人，大家都表达着对燕公子的祝贺。正在行夫妻对拜礼时，子阳大叫：“等等！”等等，不能拜堂！不能拜堂！放开我！哪来的混账东西，轰出去！公子，放开我！新娘子是我未婚妻，找小梅。燕哈图听闻后掀开盖头，看见果然是小梅，立马指责她破坏自己婚事。小梅当即出手反抗，眼看大家都不是她的对手。这时燕哈图捏住了子阳的脖子，威胁小梅再不停手就要子阳的命。小梅为了子阳，只好束手就擒。燕大人这边是勃然大怒：尔等何人？为什么要搅乱我们家的好事？我姓范，名子阳。好啊，好，你给我听好，此事
我一定会跟你有个了断的。此时门外是锣鼓喧天，只见郑板桥领着一众衙役在门口摆阵作画，说是送给巡抚大人的贺礼。卞大人是得意洋洋，来，让开，让本官开开眼。好好好，来人呐，把这画儿展起来。爹，你看，原来是这样。燕哈图开口大骂郑板桥，并想毁坏画作，可咱姚三不惯着他，几个回合败下阵来。燕思泰恼羞成怒，呵斥郑板桥，可郑板桥却不急不慢，并表示会把画送给慎郡王，因为慎郡王非常欣赏郑板桥的画，还说慎郡王和皇上经常一起吟诗作画。听到这里，卞大人还是有所顾忌的。随后郑板桥表示说今天是来给燕大人贺寿的。卞思泰看着郑板桥给的台阶，顺势说的确是自己的生日，还对郑板桥表示感谢。明面上是接受了郑板桥的祝贺，可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这燕家两父子吃了这哑巴亏，是万分不爽，没办法，只好当着众人的面放了小梅和子阳，但发誓定要报这蒙羞之仇。燕思泰找到范仁甫，授意他一定除掉郑板桥。原来这范仁甫和燕思泰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范仁甫其实早就有此想法，并表示已让赵二虎为郑板桥铺好一条不归之路。范仁甫只是赵二虎从外地抬了许多得天花病的流民，在张柱的怂恿下，乡亲们吵着县太爷给大家一个交代。殊不知这都是范仁甫一手策划的。乡亲们十分激动，因为对这些身染天花的流民十分的恐惧，害怕被传染，要求县太爷把这些病人赶出范县。可县太爷不但安置好了流民，还连夜的和陈轩讨论着如何救治他们。郑板桥真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啊！这官官相斗是家常便饭，可你有听说过民跟官斗吗？在范县还真有一位，这个在百姓眼里的大善人，明面是个慈善家，实则却是个无恶不作的恶霸。接下来啊，你再去多找一些得了天花的乞丐呀、流民，越多越好，把他们聚集起来。还有，让那个张柱鼓动百姓闹事儿，这事儿不怕闹大，越大越好。为了报复郑板桥，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出来了。郑板桥为了患天花病的流民不被赶出范县，耐心的劝说百姓接纳这些流民。各位，听我说两句，谁无生老病死？他们得了这样一个病，到处受人白眼，被人赶来赶去，心里是何等凄凉。百姓们也愿意相信他们的父母官。赵二虎向范仁甫报告了他的丰功伟绩，得到了范仁甫夸奖。这两人还真是蛇鼠一窝。医术高明的陈轩给患了天花的病人开药治病，一边还研制出了预防天花的疫苗。陈轩，你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啊！小梅也是日夜不停地照顾着病人，因为小梅小时候得过天花，所以就免疫了。这里就小梅照顾大家了。郑板桥想让范县的百姓接种疫苗，以防被传染，但是百姓们却犹豫不决，怕对身体不利。张柱更是煽风点火的，让大家别接种疫苗。郑板桥见大家不肯接种疫苗，就率先接种，让百姓信服。范仁甫命令赵二虎：老爷，你去告诉张柱，把事情闹得再大一点，越大越好。是。第二天，张柱果然带着一伙的手下到陈轩家抓人。陈轩，我问你，你把县太爷怎么了？对呀，对呀，把县太爷怎么了？这都多长时间啊？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就是个庸医，庸医！关押的人都已经病倒了，我今天就替天行道，把他绑了头河。对，走！你们干什么？你们听我说！起来！你别再跟我了。世元见陈轩被抓，还说要抓去投河，一下子也慌了神，火急火燎的跑来找县太爷。可县太爷却还在昏睡中，费姑在床边照料着他。原来是因为县太爷接种疫苗后起了反应，浑身没劲，还一直昏睡不醒。世元告诉费姑，陈轩被张柱等人不问青红皂白的给抓走了。郑板桥迷迷糊糊的听到了世元的哭诉，原来是范仁甫想把事情闹大，好扳倒郑板桥，又可以借机除掉陈轩，以免日后陈轩找自己报杀父之仇。这还真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郑板桥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姚三的陪同下来到河边，紧要关头救下了陈轩。姚三也以身说法，表示自己也接种了疫苗，身体被棒啥事没有，劝大家也要接种疫苗。这下张柱这些人无话可说了，只好乖乖的放了陈轩。子阳为帮小梅的忙，没经过同意，就偷偷的跑到了安置天花病人住的别院。结果刚刚到家就被传染上天花，多亏了陈轩及时医治，才让子阳逃过一劫。这个范仁甫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还差点害死了自己的儿子，这还真是现世报啊！一天，秦大爷领着自己的侄子秦大壮来到县衙，说自己是郓城人，因为郓城与范县交界，秦大壮表示郓城已经爆发了蝗虫灾害，
百姓们的庄稼都遭了殃，赶忙前来告诉自己的叔叔，尽早的收割庄稼，以免蝗虫爆发后颗粒无收。郑板桥觉得有些诧异，因为都没收到一点官方消息。秦大壮还带来运城的土块，掰开一看，里边都是蝗虫卵，但是他还是很谨慎，为了有备无患，他一一翻阅着，四处收集来有关对付蝗虫的古典书籍，想提前找到应对蝗灾的办法。郑板桥亲自到田间地头、实地里做了考察，百姓们看到县太爷，纷纷围了上来，看着地里这金灿灿的麦子，无不担心的询问着县太爷蝗灾来了要怎么应对。郑板桥这时竟也拿不定主意，不知该如何安慰乡亲们。老爷，我看郑板桥好日子不多了。其实所谓蝗灾，是范仁富指使赵二虎找人编造的一个幌子，为的是让百姓们提早收割庄稼，好让百姓们粮食减产，等大家的粮食不够之时，他再来个坐地起价，可以从中大赚一笔。这个范仁富还真是心肝长毛坏事做尽啊。这天小梅带来了2个消息，您收留的外乡人安家落户了。原来是流民们觉得县太爷是个难得的父母官，于是大家准备以后就在这里长期的生活了。还有一个消息是，小梅还找到一本叫补蝗考的书，是专门应对蝗灾的好书。郑板桥让姚三到运城查看，以确定那边是否有蝗灾。正巧范仁富和赵二虎前来拜访，范仁富故作好心的让赵二虎与姚三一同前往，实则是为了阻止姚三查探到真正的消息。赵二虎为了拖延姚三的时间，随即与姚三出发了。在赶路的途中，却发生了意外。姚三与赵二虎突然遭到了一群劫匪的拦截，等他们击退劫匪时，2人的马又被劫匪赶走了。其实这都是赵二虎的阴谋，为的就是拖延时间。这个赵二虎还真是可恶至极啊！郑板桥参阅了补蝗考一书后，亲自来到田间，亲力亲为的给百姓们演示了如何治蝗灾。乡亲们，我呀翻了一晚上补蝗考，这上面写啊，有一种方法，咱们用布啊做假人，就等蝗虫来的时候，在庄稼地迎着蝗虫挥舞假人，嘴里边得大声呐喊啊，声音越大越好。百姓们对此也是半信半疑。郑板桥鼓励大家要团结一致，定能战胜蝗灾。看到县太爷这么的尽心，大家表示愿意试一试。小梅更是表扬了郑板桥大人，您还别说，您这吓唬蝗虫的样子还真挺像回事儿的。不过大人，刚才那手舞足蹈的样子，实在是挺好笑的。你还笑？我这都快急死了。这范县的百姓真是祖上显灵了，得了这么个县太爷。郑板桥走遍了县里大大小小的村庄，深入到农户家里了解情况，结合了吴良方的调查，理论上得到的结果是不会有蝗灾，觉得此事必有蹊跷。这个名叫张柱的人，为了赶走郑板桥收留的外乡人，是挖空心思的和县太爷对着干。大家都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大人，这帮得了天花的外乡人，他们也太缺德了！他们竟然往我的池塘里倒螃蟹，这些螃蟹横行霸道，那可是不祥之物啊！是啊，螃蟹，就是咒我们花蟹、人蟹、财蟹。这个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却被说成不祥之物。原来范县处在黄河边，地理环境恶劣，造成大家的收成不多。如果稻田里有螃蟹，就会破坏庄稼的长势，继而让粮食减产，所以大家才会说螃蟹不吉祥，还冤枉这是外乡人干的。为了查清事情真相，郑板桥带领着众衙役整晚潜伏在稻田周围，功夫不负有心人。大人，您看，那儿。上！站住！站住！别跑！大人，您看，你为了把那些流民赶出范县，真是煞费苦心呢。所以使了一招请君入瓮。第二天，县太爷当着乡亲们的面，还给了所谓外乡人的一个清白，还给了张柱挨板子的惩罚，以此警醒大家要安分守法、和睦相处。郑板桥在百姓们心里又多了一份信任，真是全心全意为百姓考虑的父母官啊！在这阳光明媚、雏艳扎翅的风光里，郑板桥和费姑来到了黄河边，视察了黄河堤坝。由于修缮堤坝的款项迟迟未到，所以郑板桥很是发愁，但却无人诉说。费姑一眼看穿了郑板桥的心事，和他聊起家常来。哎，娘，您说这地方别的不长，为什么野菜能长这么好呢？这涝洼地水大，水大怎么了？水大了种什么也不成啊，就只能长这些野菜。哦，哎，那水大可以种水稻啊！这一下歪打正着的想出让大家种植水稻好主意。小梅在寺庙偶遇子阳，说出了县太爷在为修缮堤坝银子发愁的事，正纠结之时，子阳无意间提起
我知道赵叔每次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仆人的时候，总会压着他们的粮饷不放。说不定郑大人在他上司的眼里，也是一个不听话的仆人。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小梅立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郑板桥。第二天，郑板桥带着小梅马不停蹄地赶往山东巡抚，求见晏思泰。晏思泰因为郑板桥连连破坏了他的好事，所以处处难为郑板桥。郑板桥临危不惧，还委婉地使出妙计逼迫。晏思泰立刻批复此事。晏思泰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郑板桥的请求。不过在他心里又多了一个过节。晏思泰召见了范仁富，开口就是把郑板桥一顿痛骂，但也难解他心头之恨。两人商量着如何对付郑板桥。大人，这官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司给下属送礼，下属应该是接一还十。范仁富了解郑板桥为人，让他拿出银子返还给晏大人，那是比登天还难。范仁富为了巴结晏大人，愿意慷慨解囊相助，这两人还真是蛇鼠一窝，沆瀣一气啊。赵二虎跟范仁富抱怨姚三处处跟自己作对，想要除掉姚三，但是范仁富劝他不要轻举妄动。赵二虎很是不理解范仁富的行为，所以私自拿走了一包藏在暗格中的药粉。等范仁富到家发现时，想起了赵二虎说要除掉姚三的事，着急忙慌的就赶到了茶馆，及时阻止了赵二虎这一危险行为，并把赵二虎带出了茶馆，警告他不要毁坏他的计划。这个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民女，还真是胆大包天。大家都来瞧瞧，到底发生了什么？刚抓到一对伤风败俗的狗男女，这是个花官司，您倒是给断断。原来是这个张柱又在惹是生非。郑板桥与小梅正在巡街，听到吵闹声变，上前询问情况。张柱像发现头条新闻似的，跟郑板桥诉说着他捉到了一对狗男女，要郑板桥严惩他们。郑板桥询问着两人，原来这个男的叫谢昌吉，女的是一位出家人叫妙慧。小梅一眼认出了这是她小时候的闺蜜兰兰，后来兰兰和她父亲搬了家，两人就断了联系。郑板桥见两人欲言又止，像是有难言之隐，就把他们带到县衙，让两人说明情况。原来这个叫谢昌吉的和兰兰是青梅竹马，但他父亲不想把女儿嫁给孑然一身的谢昌吉，逼迫她嫁给有钱人家，否则就出家当尼姑。兰兰为了表明心志，一咬牙选择了出家，他父亲也被气得一病不起，不久后就撒手人寰了。兰兰回家为父亲办理后事，再次见到谢昌吉，两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决定要私定终身。但是被张柱这么一搅和，事情却变得复杂了起来。谢昌吉知道名节对兰兰多重要，便抗下了所有的事，表示是自己戏弄了兰兰的感情。郑板桥明白这个张柱不会善罢甘休，决定暂时把他们押入大牢，择日再审。小梅在给两人送饭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谢昌吉为兰兰杀人的事，小梅大吃一惊，急忙跑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告诉了郑板桥。郑板桥立马将他们带来问话，在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差姚三等人到事发地查探，结果根本未找到所谓的尸首。郑板桥大胆预测此人还活着，于是设了一计。郑板桥将他们俩放了回去，而暗地里安排了姚三，秘密的监督着他们，就等着引蛇出洞。你马爷没有死，我告诉你，你马爷福大命大，有个路过的樵夫把你马爷给救了。原来前几日被谢昌吉误伤的人只是晕过去而已，被路过的樵夫所救。这个叫马坤的小痞子捡回一条命不知悔改，还欲对兰兰不轨，多亏谢昌吉及时赶到。我今天就是护着这条命，也绝不让你伤害庙会一根汗。想死，马爷成全你。千钧一发之际，姚三阻止了马坤，并把三人带回了衙门。郑板桥连夜审理了此案。马坤自认没有做错，表示兰兰身为出家人，不遵守戒律，所以才会染指于他。郑板桥当庭惩罚了马坤。兰兰对郑板桥说了实话，说自己是假尼姑。郑板桥早已知道此事，并派人连夜请出大悲庵的圣元法师。当时兰兰虽然曾请求我为她剃度，但是老身发现兰兰尘缘未了，所以只能让她以香客的身份挂单在大悲庵中。郑板桥严惩了马坤，对于谢昌吉出手伤人，险些置人于死地，也做出了相应的惩罚，还命他和兰兰即日成亲，又促成一段好姻缘。这不是污点是吗？哎呀，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你了。这是老爷子吧？赵管家，你好，你好。这怎么着？我听你们俩说腰牌押进去了，不是什么大事儿。50两银子，把腰牌赎回来吧。拿着呀。看，来，老爷子，来，赶紧把腰牌赎回来吧。谢谢。这个赌鬼是吴良芳的父亲，整天嗜赌成性。赵二虎见他父亲收了钱，便对吴良芳提出自己的条件，拿出了编造好的假的河工物料的清册，要吴良芳拿到县衙
替换掉那本真的清册。吴良芳本想拒绝，奈何在他父亲的拖累下，步步走入赵二虎设下的圈套。谢昌吉与兰兰向郑板桥告辞，郑板桥特意写了一首诗，赠与俩人，并祝他们百年好合。吴良芳父亲在赌坊，因为又欠下100两银子，被赌坊人暴揍。吴良芳虽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对方称要是还不上赌债，就要他爹的命。出于无奈的吴良芳，只能顺从赵二虎的意思，来到了县衙，悄悄的换掉东河段的物质清册。你看，这是从吴良芳那儿拿的清册正本。老爷，这本清册当中，我们动了手脚，这当中的利润相当可观，再加上那堆发霉的物料，根本不需要花银子。这笔银子，我们足足可以买下半个范县。到时候我范半城就不是半城了，我叫范全城。这个范仁富看到自己可以从中大赚一笔，心里是乐开了花。费姑因为整日操劳，腿部的就急又犯了。小梅拿出了紫阳，送给他，说是范老爷专门研制出的万用药。陈轩正好来到院子里，费姑请他帮忙瞧瞧。陈轩也好奇此药，但是闻着药味猛烈，不适合食用，便把药带回去研究。郑板桥带着吴良芳到新修筑的黄河堤坝，看着宏伟壮观的工程，心中很感慨。这个堤坝表面看着壮观，其实只是徒有虚表。没过多久就天降暴雨，郑板桥组织黄河堤坝边的村民撤离。劳累一天的他刚到衙门，就听到衙役冲了进来：东河段垮坝了，红河堤出现了渗水，来福正带老百姓撤离呢。郑板桥不顾脚上的伤，和众人赶来救治灾民。待潮水退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和那些失去亲人的乡亲。一位母亲对着自己失去生命的孩子嚎啕大哭，郑板桥心里十分难过，当众给百姓下跪赔不是。吴良芳更是悔恨万分，我没脸再见范县的百姓了，我没脸再见郑大人了。我该追悔莫及的吴良芳到范府，欲找范仁富告诉他赵二虎干的见不得人的事，用那个假物料清册购进物料翻倍数量提高，如此郑板桥就会因为错误的评估核算而被追究。接下来咱们就按假物料清册上的清单压低价钱，买进那些烂木头、烂秸秆、废破烂石头等筑堤坝物料，全部高价卖出。这笔银子足够咱们买下那些下人的所有田地了。吴良芳听后是大吃一惊，冲上前去指责范仁富，但却被范老爷怼得哑口无言。郑板桥觉得愧对百姓，茶饭不思，心情低落。遥指我屋，思见我父，一缕尘烟，隔于深树，牵衣线裹，幼儿时父。大人，您的诗就是这样，就这么短短几句话，就能让人感受到农家的温馨。这是我憧憬的范县百姓的生活状态。小梅鼓励郑板桥，为了全城百姓要振作起来，要让百姓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冷静下来的郑板桥着手彻查，发誓一定要给百姓们一个交代。你松手！你抓住了！我孤身一人，死也无妨，可范县老百姓不能没有你啊！大人。你没事吧？我没事了，大人。你看，这木板断面这么整齐，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郑大人看瞧的断面，判断有人要陷害自己，觉得不能再等了，着手彻查范仁富。他差姚三将范仁富带到衙门，当得知一旁的事，新上任的河道属于大人时，范仁富暗暗的吃了一惊，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却故作轻松的和于大人问好。于大人直入主题的告诉范仁富，此行就是配合郑板桥彻查堤坝偷工减料一事。范仁富立刻有种不祥预感，为了拖延时间，他表示自己也在侦查此案。这个范仁富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郑板桥为了让范仁富死得明白，拿出了范仁富转改过的清册。
范仁富谎称这是有人要陷害他，那我就告诉你，这黄河堤坝新修不久，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其中定有文章，我想必有阴谋。于是我上报了河道署，请于大人与我一起，经过多日彻查，将给你供货的商人、采办为你施工的工头、工匠一一查询，你到底买了多少货，花了多少银子，雇了多少人，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所有人都签字画押了。范仁富，这本账跟你给我们的这本账足足相差了3000两银子。范仁富真是死鸭子嘴硬，到这份上了还在狡辩，真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在百姓面前乐善好施，背地里却心狠手辣。郑板桥当即就将范仁富扣押，不给其回旋的余地。随后又差姚三到范府收集他们做坏事的证据，以及将赵二虎捉拿归案。姚三在范仁富书房暗格中找到了一些药包，查到了，查到什么了？大人，这药认识吗？我父亲就是被这种药害死的。雷厉风行的郑板桥随即提审了范仁富和赵二虎，县衙里里外外围满了观看的百姓。这对主仆是胸有成竹，对郑板桥说的话全盘否认，还反咬一口郑板桥断案草率。郑板桥证据在握，为了让他俩心服口服，于是首位证人吴良芳出场。吴良芳指认赵二虎利用其父亲好赌的恶习，假意帮忙还赌债，实则逼迫他成为他们爪牙。范仁富当场给予了反驳，还诬陷吴良芳是栽赃于他们。郑板桥见这主仆二人是一唱一和，巧舌如簧，接着又移政务抬上公堂。这正是前几天吴良芳看见赵二虎带离范府的几口箱子，吴良芳前来报告了此消息。郑板桥派来福同学悄悄跟随赵二虎，发现他藏赃款后挖出来的，里面装的满满当当的官银，这与修建河堤所购物料清单账目正好相等。赵二虎这下有些狗急跳墙了，指着吴良芳骂了一通，这下倒有些吓到范仁富。见事情败露，赵二虎声称这是他一人所为，与范仁富无关。这赵二虎虽坏对其主子忠心，还真是日月可见。郑板桥为了让他认清事实，让前河道署戴祥上堂作证。此时的范仁富开始做贼心虚了，戴祥当场指认范仁富贿赂自己，害得自己身陷囹圄。代证人陈轩。草民陈轩，叩见大人，你不是死了吗？他没死，没想到吧？啊，这陈轩遭袭之后，我就料定有人必然要斩草除根，于是我做了个局，请君入瓮。陈轩带着含有剧毒药包，讲述了自己父亲被害以及范仁富想置自己于死地的经过。范仁富这时已无力狡辩，当场承认了所有罪行。郑板桥当庭宣告范仁富主仆二人死刑，上报刑部核准。次日，范仁富二人被押赴刑场。范子阳母子与香菱正从外地回来，看到范仁富主仆正被押赴刑场，他们追随在囚车一侧，询问着发生了什么事。赵二虎告诉子阳是郑板桥害了他们，让他一定要给他爹报此仇。不明真相的范子阳看来是要变腹黑的节奏了。刑部核准，今日问斩。郑大人，你倒是说话！我爹是被冤枉的，郑大人。你说句话！时辰一到，斩！不要！不要！不要！范夫人看着老公死在自己面前，放声痛哭昏死过去。范子阳与香菱也悲痛欲绝。子阳痴痴地望着郑板桥，仇恨的种子就此种下。因为范仁富与赵二虎
做的恶事子杨娘俩是一无所知，在他们的心中，范仁富一直是为乐善好施、遵纪守法的大善人，所以子阳的心里认定是郑板桥害死了自己的亲人。范子阳母子与香菱跪在灵堂前，给范仁富守夜。原本富裕的范家随着范仁富的逝去变得一无所有，范母把这一切全怪罪于郑板桥身上。子阳对着父亲的灵位发誓，一定要报此仇，替父亲洗刷冤屈。范母受了这突来的变故，立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在弥留之际，嘱咐范子阳一定要娶香菱为妻。为了母亲的心愿，子阳便一口答应他的请求。范母在香菱的怀里病逝，痛失双亲的范子阳处在崩溃的边缘。香菱看见范子阳的样子，非常的担心。为了分散子阳悲痛的心情，香菱带着子阳上街买菜。乡亲们对着他是恶语相向，还挑肥拣瘦呢。我告诉你，别说这块，我哪块都不卖给你。你走，别挡着我做生意。咱们不买了，走，赶紧走。这么多银子，吃银子去吧你。这菜怎么卖啊？哎，我的菜啊，也不卖给你们范家。大哥，我弟呢？范家已经如此，你干嘛要这样？卖给他。他们范家呀，光吃银子就能撑着了，还需要吃别的东西吗？大舅说是不是？啊？你说什么呢？大哥，走，别走！你们想干嘛？这都是因为范仁富罪恶滔天，才会牵连到子阳身上。为了子阳的平安，香菱只好带着他先行离开。心里郁闷的子阳晚上出来，独自在街角买醉，好缓解一下烦闷的心情。没曾想却遭到百姓的嘲讽，这让范子阳更加崩溃。你们够了没有？我爹已经死了，你们还那么不依不饶！我爹生前为范县做了多少好事啊！啊，就因为做错了一件事，你们就把他的好全忘了！你们这帮烂民！双方言语不合，借着酒劲动起手来。郑板桥既开一诊堂为百姓治病后，又为困难百姓家孩子开设了一所学堂，实实在在为民又办了一件大好事，一心为民谋福利。小梅在县门口粘贴告示，告诉乡亲们郑大人要创办免费学堂，让穷苦百姓家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百姓们对县太爷是连连称赞，夸郑大人是菩萨心肠。小梅也越来越欣赏郑板桥，觉得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一心为民做善事的父母官，心里对郑板桥又增添了一丝好感。让开，官差办啊！让一下。啊！原来是关帝庙发生了一起命案，范子阳浑身血迹的傻坐在地上，双眼无神，精神呆滞。百姓们都说范子阳是杀人凶手，衙役们迅速的控制了现场，并进行了仔细的勘查。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姚三推断死者生前与行凶者有搏斗过的痕迹，而且死者身中数刀，刀刀致命，而范子阳却毫发无伤，凶手并不像是范子阳。陈轩也分析了死者身上的刀痕和受伤的位置，推断凶手可能是个左撇子。经过勘查，郑板桥在柜店旁发现了一枚损坏带血的玉扳指，觉得这极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这枚扳指并非寻常之物。郑板桥带着姚三前往大牢。范子阳因为接连痛失双亲，对生活失去信心，承认了自己就是凶手，要郑板桥处决自己。郑板桥查看了范子阳的双手，发现他手并无伤痕，又让其舞弄几下刀把，看他并不是左撇子，从细节上判断其不是杀人凶手。郑板桥当机立断差姚三找来范县符合条件的富家子弟，将他们带到关帝庙。我夜里睡觉的时候啊，关帝爷就显灵了，他托梦给了我，他说这个杀人凶手就在你们6个当中。我们几个当中？这怎么可能啊？这几个人是面面相觑，一脸蒙圈，但其中一位却显得格外慌张，于是质疑郑板桥断案荒唐，还嘲笑郑板桥让其大开眼界。郑板桥询问了这位小伙子，得知这位小伙子叫骆永光，来自临县濮阳，此番是到范县办事的。大家也质疑郑大人此番操作。本官才疏学浅，反应迟钝，我实在是转不过来呀。这关帝爷愿意出面，那好了，这个案子就由关帝爷来审，我没事儿。郑板桥要在场的6位公子轮流给关帝爷上香，几位公子纷纷表示自己没杀过人，不怕上香。只有骆永光眼神闪烁。郑板桥与姚三悄悄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轮到骆永光时，只见他故作安定地跪着，眼睛一瞥，居然发现了自己扳指，于是趁人不备，偷偷地拾起，紧握手中。其实这一切都被郑板桥与姚三尽收眼底。郑板桥当即下令扣押了骆永光。骆永光表示不服，姚三拿出了断裂的扳指，套在骆永光手上时却相当吻合。骆永光无话可说，承认了自己是杀人凶手。原来这位骆永光和香菱是老乡，也是家境殷实的富家公子。因为自己相中了香菱，但是香菱却相中了范子阳，屡次拒绝了他。
这令他非常的头疼。因为心里郁闷，便借酒消愁。在酒精的作用下，误把避雨的路人当成了范子阳，才心生歹念，错杀了路人。郑大人替子阳洗涮了冤屈。郑板桥来到庄稼地里，由于天气久旱无雨，地里的庄稼都晒蔫了。郑板桥担心长期的干旱会影响百姓的收成，眼见黄河之水就在面前，却不能灌溉庄稼，非常的焦急。大人，我可找着你了，你赶紧把你手上的菜放下来，过来看看我做的风车怎么样？我哪有那精神看你那风车呀？郑板桥大受启发，他决定要做个庞大的水车，将黄河之水引进庄稼地，这样就可以缓解旱灾。说干就干，郑板桥找到塞鲁班等工匠，带着大家做了实地考察。在师傅的指导下，大家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百姓们在郑板桥的带领下，又将度过了一个难关。跟我回家，别管我，你不要管我，别再喝了，你给我倒酒，酒！我没有钱，我得将郑板桥毁了！小梅和费姑路过街头，看到子阳喝的是烂醉如泥，非常的颓废。小梅很担心，但也爱莫能助，只能靠她自己醒悟。醒酒后的子阳看到香菱，堂堂一个大小姐，应该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为了她吃尽苦头，心里默默地做了一个决定，要让自己振作起来。子阳为了让香菱生活上能过得好一些，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到街上摆摊给人写书信来补贴家用。想不到却遭到百姓的围攻，把他爹的错都记到子阳身上，还弄坏了范子阳的摊子。范子阳感到受了1万点暴击，对郑板桥更是恨之入骨。巨大水车工程进入试营业状态，田间地头上围满了人，对这个大水车心里是既怀疑又期待。郑板桥心里也很忐忑，他一声令下，吉时已到，开闸放水。赚了啊！赚了！真赚了！哎，太好了！我赚了，有水了！哦，这么回事！哎，有水了！好，大人，动了！水了！好，水流出来了！梁芳啊，这事儿就算成了，成了！只见闸门一开，黄河之水倾泻而下，纷纷流向了田间地头，大家个个是欢呼雀跃。郑板桥因为解决了民众实际问题，从心底里感到高兴，独自一人把酒言欢。小梅也是非常的开心，但她一想到子阳，顿时也犯起愁来。她感慨道：“酒为何物？郑大人因为开心喝醉酒，而子阳喝醉酒却因为伤心。”费姑的儿子李俊来到范县，因为自己运了一船的茨菇，来之前谈好的价格，不曾想却遇见了一位姓管的奸商，突然要半价才收购他的茨菇。于是李俊找到郑板桥，希望他能为自己主持公道。郑板桥解释自己可以审案断案，可也不能强行命令他人做买卖，但是自己另有妙计。郑板桥嘱咐李俊准备1桶泥水，明天在卖菜地方等他，等看到自己的时候，把水泼到那位姓管的店里。次日，哎，来福，这是要干嘛呀？这么大排场，这你都不知道？当然是县太爷出巡呢。哎，小梅来了。大人，不是，您这是要干嘛呀？没看出来吗？本大人出巡呢。啊，出巡？啊，这不挺好吗？挺威风。小黄啊，是老爷。这锣扛的沉不沉？为老爷当差，那是小人的荣幸。嘿，真会说话呀！敲一声听听。好嘞，老爷。没吃饭呢？啊，使劲敲！是老爷。敲！小梅非常的纳闷，因为郑板桥上任之初，曾命令来福等人收起这些牌匾，而且自己出门不鸣锣开道，为何今日却如此排场？郑板桥佯装忘记自己曾经有说过此话，表示自己要巡街，声势越大越好。郑板桥的官教如约来到菜市场，引得众多百姓围观。李俊对郑板桥的计策是半信半疑，但还是听从了哥哥的话，把泥水泼在了管姓老板的牌匾上。管老板这下不干了，拉着李俊是不依不饶，非要讨个说法。恰巧郑板桥官教行至此地，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走到跟前询问情况。李俊表示自己是兴化人，与姓管的老板是同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听闻李俊的讲述后，郑板桥佯装大喜地说自己也是兴化人，确认刚刚那桶泥水来自兴化，当即跪下。他对着家乡的泥土发誓，自己定会做个对得起百姓的好官。围观的百姓对郑板桥连连称赞，也指责信馆的老板不讲诚信。在重重压力下，管老板爽快地答应了，按原来的价格收购了慈姑。郑板桥主动提出大家都不容易，让李俊也退让一步，李俊也爽快地答应了。得知事情真相的小梅对郑板桥的神机妙算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怎么了？大人，他是个哑巴。来告状之人名叫钱玉，是钱维的亲弟弟，因为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导致他不能说话，但是耳朵非常灵敏。郑板桥头回碰到哑巴来告状，有些不知所措。只见钱玉从怀里掏出一张写好的诉状，交给了郑板桥。看了诉状后，郑板桥立马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决定帮钱玉讨回属于他的财产，于是带着他和小梅上关帝庙去了。小梅非常纳闷，不知郑大人葫芦里卖什么药。郑板桥也不多做解释，让他们等着一会儿便知晓。没过多久，钱维便来到了关帝庙。钱维问候了郑大人，郑板桥先是把钱维夸赞一番，话锋一转就把钱玉告他的事讲给钱维听。原以为他会顾及兄弟情，没想到这个可恶的钱维却矢口否认了钱玉是他兄弟，还要钱玉证明他们是亲兄弟。钱玉本就说不了话，只能干着急。小梅也非常气愤，这个钱维太不像话了。郑板桥苦口婆心地劝说着，但这个钱维是油盐不进。郑板桥见钱维为独霸家产，连亲兄弟都不认，对他是非常失望。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甚至在关帝爷跟前发誓：关老爷在上，弟子钱维今日当着您老人家的面发下毒誓，弟子与那钱玉毫无血缘关系，钱玉与弟子不是亲生兄弟。弟子若有半句假话，敢遭天打雷劈。郑板桥见他睁眼说瞎话，也不想和他浪费口舌，钱卫更是洋洋得意地离开了。郑板桥会这样便宜他吗？这可不是他的风格，他的妙计可多着呢。范子阳在他二叔的带领下，来到了隐秘在深山中的宅子里，商量着复仇大计。二叔表示要从郑板桥身边人下手，因为他听说费姑的儿子李俊与郑板桥情同手足，而且近期准备到范县谋生，他觉得此人很有利用价值，于是就设了一计。有什么好吃的？有范县大包子，还有热汤面。哈哈，啊，哎，那不是你的包子，那给我抓贼！哎，我的包袱！哎，给我站住！有了这么一出，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李俊对子阳更是感恩戴德。流落在外的钱玉实在没办法，于是又来到了衙门，求郑大人主持公道。郑板桥告诉钱玉，让他见他哥哥就揍他，还表示自己会给他撑腰。小梅责怪郑板桥出馊主意，但郑板桥表示商人自有妙计。钱玉悄悄地跟在钱卫后边，当他看到哥哥一边得意洋洋地逛街，一边还各种消费，一时气不过，冲上前去就是一拳。钱卫见是他弟弟，很快两人便扭成一团。从不吃亏的钱卫气势汹汹地拉着弟弟来到县衙，让郑大人帮他讨回公道，严格地惩罚钱玉。你说咱们怎么严惩？怎么罚？哼，将他推出去打100棍，打得他皮开肉绽，屁股开花。钱玉跪在一旁着急地比手画脚，吴良芳在一旁翻译手语，说钱维是个没良心的畜生，这下可把他惹毛了，当着众人的面说：好你个爱欠刀的！咱娘在世的时候就说过，怀着你的时候就应该多吃点猪肝，让你多长个心眼。郑板桥呵斥了钱维，指责他为了独霸家产，把自己的亲弟弟赶出家门，便当场判决，让姚三与来福等人到钱家清点所有家产，将其一分为2，让两人公平地继承家产。钱玉对郑大人是千恩万谢，钱卫纵然心里100个不愿意，也只好服从了判决。百姓们对郑板桥快准狠的断案方式拍手称快。早回家去吧。就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不能走，你不能走，这样啊？不能走，太不像话了！你这都撒了光我身上，滚一边去！看看此人是谁，竟敢如此嚣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因为接连的旱灾，造成农民粮食减产，民不聊生，饥寒交迫。于是郑板桥在县城开设了3处施粥点。家境富裕的钱维欣然也恬不知耻的带着2家丁去领粥，自己在一旁看热闹。只见他一个转身，和刚刚领好粥的徐老汉撞了满怀。徐老汉不仅把粥洒了，还把盛粥的碗也摔碎了。郑板桥和小梅循着声响走了过来，徐老汉扯着钱维衣服让他赔偿。看到眼前这一幕，小梅连忙把徐老汉扶起来，并大声呵斥钱维欺人太甚。百姓们也纷纷指责他不厚道。郑板桥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钱维厚着脸皮趁势大清时，敲碎徐老汉碗的要让石头赔。
这个钱卫还真是蛮不讲理。郑板桥灵机一动，将计就计，将钱伟与徐老汉还有那块大青石一起带到衙门开堂审理。县衙里围满了看热闹的乡亲，大家都想看看县太爷是如何审判这块大青石。徐老汉与钱伟等人自我介绍一番，郑板桥看着石头说：“不对啊，好像还少一个呢。被告，被告，我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呀？”郑大人对着大青石说：“他罪大恶极，敲碎了人家的饭碗还不赔偿，命令衙役让他挨40大板。”钱卫见此事捧腹大笑，觉得郑板桥糊涂至极，还表示这石头不会说话不会动，罚了他也没有用。郑板桥反问钱卫：“不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亲眼看见他把徐老汉的饭碗给砸了吗？”钱卫顿时哑口无言。郑板桥呵斥钱卫，满口一派胡言，藐视公堂，随即就要赏给他40大板。钱卫不想挨板子，只好乖乖地掏出了10两银子。随后郑板桥把赔偿的银子给了徐老汉。小梅和围观的百姓们纷纷鼓掌叫好。李俊看到郑板桥为筹集粮食发愁，便自告奋勇地表示要帮助买粮，于是飞鸽传书给范子阳。子阳答应了李俊的请求，他往粮食里掺进大量砂石，想借此机会坑害郑板桥。二叔正在燕大人这里邀功，燕思泰听了二叔话后是喜形于色。到时候啊，本官再去查他，不但浪费公款，还想借此中饱私囊之罪啊！他们还商量着如何置郑板桥于死地。接下来，他必定追着子阳赠给李俊的鸽子寻到咱这儿来。那只受了训的鸽子一定会带着郑板桥一路走进鬼门关，永不复返。二叔把计划给燕思泰父子一说，燕思泰是欣喜若狂，感觉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番。这伙人还真是无法无天。收到粮食的郑板桥扒开袋口一看，都傻眼了，意识到李俊是被坑了。李俊这时也慌了神，在自己手上出了这么大的纰漏，顿时感觉不知所措。郑板桥了解了事情经过后，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决定亲自出马一探究竟。他们一分三路的各行其事，练哈图带着人马隐藏在他们必经之路，想借机除掉郑板桥。看到郑大人有危险，小梅眼疾手快救下了郑板桥，还和歹徒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在寡不敌众的紧要关头，姚三等人及时赶到救了郑板桥。经过一番较量，还把燕哈图拿下了。打的就是你！我就是想杀了你，我做梦都想让你死！这位仁兄为何这般气愤，在朝廷命官面前胆敢如此嚣张？原来他是山东巡抚燕思泰之子，因为前些日子燕哈图看上了范县的秦世元，但是秦世元早有婚约，便回绝了燕哈图。燕公子认为这是郑板桥从中阻拦，才坏了他的好事，所以对郑板桥是恨之入骨。燕哈图见父亲来救他，所以在郑板桥面前是有恃无恐，但是谋杀朝廷命官是重罪，搞不好是要被杀头的。燕思泰知道这其中的轻重，看着烂泥扶不上墙的儿子，当场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让他长点记性，不要目中无人。郑板桥让燕大人了解了事情原委后，便让燕思泰将儿子领了回去。燕思泰也拿出了他的诚意，补齐郑板桥买粮被坑所亏的800两银子。其实这场阴谋的幕后老板就是这位燕大人。哎呀，怎么回事？县衙门口围满了前来领粥的人，但是由于昨日筹集的粮食出了意外，县衙里已没有粮食，郑板桥只好出来如实相告。百姓们知道郑板桥是一心为民的好官，非常体谅他，都自觉地离开了。李俊看到这一幕，心里十分的内疚，觉得是自己把哥哥逼到这般境地。随后李俊到郑板桥的书房向他道了歉，希望郑板桥能再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让他去筹集粮食。郑板桥知道李俊生性善良，于是他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李俊一定小心，便同意了李俊的请求。李俊独自外出，想帮哥哥买到优质粮食。行至树林间，遇到范子阳，子阳急忙迎了上去，解释上次送粮时被人中途敲晕了，粮食被抢走了，自己是后来才知道粮食被掺进砂石。李俊看到子阳是怒气冲天，根本不相信子阳说辞，但当他看到子阳身上伤痕累累，生性单纯的李俊再次轻信了子阳，还答应让子阳一同前往筹粮。殊不知又掉入了子阳的圈套。另一边，这个所谓的二叔范仁富正在得意洋洋的讲述着自己是如何把子阳抽得遍体鳞伤，就是为让其取得李俊的信任。燕思泰不禁感慨道：这俗话说呀，虎毒都不食子啊，你这心可真够狠的啊！可见这范仁富真是心狠手辣，为了置郑板桥于死地，连亲儿子都摆弄于股掌之中。范仁富交代子阳，让李俊自己与米商交涉。其实范仁富和米商们早就串通一气，抬高粮价。李俊看着这天价粮食，是望而却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范子阳真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变得越来越没有良知了。郑板桥看着百姓们忍饥挨饿，
心里异常的难受。面对这民不聊生的惨状，足智多谋的郑板桥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以工代赈。他把县城的名流富商召集到县衙，请各位来呀，是让各位跟我一起欣赏一个宝贝哦。什么宝贝啊？郑板桥给这些人看一张刻有自己名字的纸，众人纷纷夸赞自刻的相当好。在郑板桥的提醒下，大家才注意到这是一张借据。郑板桥表示大灾当前，希望各位富商能尽一些绵薄之力，拿出一些银两，算是官府借的，到时候一定会如数偿还。还希望富商们可以承包范县的一些工程，例如修渠补路都可以，这样灾民们不仅可以得到一些工钱，范县的基础设施也可以得到修缮。各位富商听后都默不作声，唯有吝啬刻薄的钱维吵吵嚷嚷，流露出不愿意的态度。此时钱玉抱着一口箱子来到了大厅内，拿出纸，这干嘛？钱维一看自己弟弟这么干，顿时感到是要了他的心头肉，大骂他败家，还想揍他。郑板桥对钱玉的行为是称赞有加，有了钱玉的带头作用，大家纷纷的都表示愿意支持。钱维见大家都慷慨解囊，也极不情愿表示自己也出一份力。足智多谋的郑板桥不但完善了城里的设施，还解决一部分民生问题，真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小梅带着好消息找到了费姑，她夸赞郑大人的锦囊妙计。李俊听说后对哥哥也是赞不绝口，他向母亲提出想回家看看，因为自己在这里老给哥哥添麻烦。费姑纵然有万般不舍，也还是同意了。此刻子阳也来到了范县，看到百姓们忍饥挨饿，一部分原因是自己造成的，内心也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要报复的只有郑板桥，但是却连累了穷苦百姓。但想到父母的冤仇，内心非常的煎熬，只能借酒消愁，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错把香菱当成了小梅。清醒后的子阳非常痛恨自己，却又无可奈何。犯人复向晏思泰眉飞色舞地讲述着郑板桥的窘境，两人聊的是心花怒放。这时晏哈图也回来，爹，我这是给你报喜来了。咱范县的眼线回来了，说那个郑板桥又在搞什么以工代赈，他让全范县的富绅捐书，还不让粮食涨价，搞得全县富绅都对他恨之入骨。听说了郑板桥这波神操作后，晏思泰更是得意地认为郑板桥这样是自掘坟墓。我倒要亲眼看看那个郑板桥被人落井下石的惨状。哈图公子说得好啊，小的正拭目以待呢。娘，你很快就有肉吃了。郑板桥与小梅在巡查的路上，远远的就听到了一孩童的哭声。走近时看到孩子的母亲因为太虚弱，只能躺在一棵枯树下。哭泣的孩子对着母亲说很快就能吃到肉，一边拿起路边的碎片对着自己的胳膊下手。郑板桥与小梅上前阻止了孩子这一危险的举动。虚弱的母亲这时也睁开了眼睛。娘，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娘没事，千万不要伤害自己。娘。娘，你怎么了娘？郑板桥背着鹿儿的母亲，带着他一起回到了县衙。陈轩把脉后，把鹿儿叫到母亲跟前，要他陪母亲说说话。母亲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嘱托鹿儿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陈轩和小梅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十分的不忍心让孩子失去母亲，来到门外，小梅要陈轩救救鹿儿的母亲。陈轩也非常的难过。小梅姑娘，你知道身为一个郎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事情吗？最痛苦的就是看着自己的病人日渐衰弱，却又束手无策。现在的这些病人，他不是没药吃，而是没粮吃啊！郑板桥是痛心疾首，表示明天就要开仓放粮。小梅听闻后大惊，因为开仓放粮必须要有皇上的圣旨，如果撕开粮仓，可是性命不保。夜里百姓们食不果腹、饥饿难耐的场景一直在郑板桥脑海里回荡，这更加坚定了他开粮仓的决心。隔日一大早，郑板桥不顾众人的阻拦，执意的要拿钥匙，却发现钥匙已经不见了。小梅不想让郑板桥冒险，把钥匙悄悄地藏起来了。郑板桥命令小梅交出钥匙，但小梅不想让郑板桥冒险，劝说着让他再等等。饶小梅，我实话告诉你，我从来这儿做了官，我就从来没想过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命。我只知道，当一天官
就把这一天官做好，不能出事，不能饿死人。小梅知道郑板桥心意已决，把钥匙交给了他，并表示自己永远支持他。县衙门口，姚三、吴良芳等众多捕快表示都愿意追随郑大人左右。粮仓所在地，郑板桥遇到了镇守、粮食的庄大人以及众多的衙役。郑板桥表示自己撕开粮仓是为了范县无数奄奄一息的百姓。庄大人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但职责所在，他还是阻拦了郑板桥这一行为，并命令衙役们誓死守卫粮仓。郑板桥跪在地上，请庄大人以及衙役们给范县的百姓一条生路。所有衙役都收起了佩刀，为了不连累庄大人，郑板桥表示是自己用斧头劈开大门，此事与庄大人毫无瓜葛。郑板桥命令姚三把庄大人带走，拿起斧子劈开了粮仓的大门。张柱受了范仁富的指使，故意装着偶遇了李俊，当着李俊面说郑板桥是勤政爱民的父母官，取得了李俊的信任，让他利用哥哥的优势偷一些黄粮出来卖。单纯的李俊并不知道偷卖黄粮的严重后果，轻信了张柱的话，掉进了他们设下的圈套。晏思泰来到了范仁富的别院，这两只狡猾的狐狸完全不顾百姓们的生死，相谈甚欢。看来这个郑板桥开仓放粮是势在必行了。是啊，这煽动黄粮是何等大罪，还不得惹得龙颜大怒啊！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就算郑板桥有再硬的靠山，也保护不了他。等郑板桥一出，到时候范县就可以收为囊中之物了。香菱不经意间听到了两人的谈话，心中顿时有着不祥的预感。亲手杀死自己的同乳兄弟，这可是世间罕见呐！本官呢，都有些等不及了。看看这二位歹毒之人是怎么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这只小老鼠真是神了，竟然会通风报信，把费姑俩领进了李俊的房间，暴露了李俊偷卖黄粮。费姑顿时觉得天都要塌了，这可是要面临牢狱之灾的事，不知如何是好。李俊这才感觉不妙，他们着急忙慌地找到郑板桥，郑板桥勃然大怒，呵斥李俊被钱冲分了头。费姑大骂他这样做伤天害理，气急攻心的险些晕倒。李俊诉说着这是张柱出的主意，还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买些粮食还回去就好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真是无知到家了。郑板桥预料到李俊又被坑了，而且是性命不保的大坑，无奈只好命令把他押入大牢。李俊这才意识到自己铸成大错，但为时晚矣。一边身为当地的父母官，而另一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所以他是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心力交瘁的郑板桥只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范子阳路过街头，听到百姓正在议论着李俊偷卖黄粮的事，子阳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他所谓二叔的主意，冲到他面前责问他为何这般处心积虑对付李俊。范子阳对此非常气愤，因为他知道李俊是个善良的人。香菱其实早就看出来这位二叔是个不仁不义之人，他恳请二叔不要逼表哥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拉着子阳就要离去。这下可惹恼了范仁富。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离间我子阳！范仁富觉得香菱知道的事太多，而子阳也一心护着他，所以决意除掉香菱。这位二叔真可谓心狠手辣，自从李俊出事以来，费姑就一直卧床不起。小梅在一旁说着宽慰的话。费姑对李俊做的事十分生气，但又希望能保住他的性命，必是气急晕了过去。郑板桥到大牢里看李俊，此时的李俊还不知道按大清律例偷卖黄粮应该问斩，还在追问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但是郑板桥说接下来的话：你给我闭嘴！李俊呐，你就是一个混账，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按大清律，盗卖黄粮斩。李俊听了之后犹如坠入冰窖，顿时呆若木鸡。郑板桥又何尝不苦？小梅让他再想想办法救李俊，可以让他免于一死。郑板桥的心也如在油锅里煎似的难受。子阳开始怀疑起二叔，觉得这位二叔和他爹十分相似，有时自己都分不清这位到底是亲爹还是二叔。子阳决定查清楚二叔的身份。晏思泰与范仁富共同谋划着如何让郑板桥对李俊行刑，好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害怕夜长梦多再生之劫，所以晏思泰让范仁富想办法可以让郑板桥赶快结案。范仁富表示已经安排好一切。都闪开！啊！小着点儿，小心！原来子阳救下之人是李俊王，他非常的感谢子阳相救之恩。子阳觉得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便先行的离开了。他不知道他今天所救之人，竟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爷。作恶多端的范仁富让张柱在百姓面前散布谣言，说是郑板桥怂恿李俊偷卖黄粮，
使得民怨纷纷。小梅与费姑正好路过看到，张柱满口胡言乱语，气愤地冲上前大骂起，胡说八道，黑白颠倒。可张柱凭着他那3寸不烂之舌，硬是把事情说得有声有色，就好像是真的一样。费姑害怕这事会连累到郑板桥，忙谎称是自己怂恿李俊这么干的。我靠谁养老啊？都怪我自私，我为了我自己，我老糊涂了，是我害了我儿子，是我害了我儿子，是我害了我亲生的儿子大妹子！费姑一时气急晕了过去。陈轩告诉郑板桥，费姑因为年迈又受了此事影响，身体恢复需要一定时间。费姑心里明白郑板桥的难处，让郑板桥公事公办，对李俊升堂公审，不能让坏人毁了他县令的清白。虽然费姑一介女流，但却是非分明，毫不含糊。郑板桥对乳娘的深明大义十分感动。郑板桥拿着酒来到监牢，今日一见即是永别。李俊知道事已至此，哥哥别无选择，和他做了今生的告别。晏思泰借着监斩的名义来到范县监督郑板桥断案。公堂之上，李俊跪在下边，晏思泰坐在一旁看热闹，还痛斥李俊大灾当前，偷卖皇粮。李俊被人陷害，本就十分的气愤，于是咆哮道：“你个狗官！狗官！住他！你这个狗官！狗官！狗官！天降大灾，民不聊生，人卖人，人吃人，你不顾百姓死活，还作威作福！”晏思泰逼着郑板桥做判决，被逼无奈的郑板桥只好下令处斩李俊。刑场附近被百姓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义愤填膺地喊着该杀。姚三给了李俊1碗酒，说着告别的话语。郑板桥闭上眼，下令斩首。李俊回头笑着对哥哥点点头。李俊人头落地的那一瞬间，2行热泪从郑板桥眼中流出。李俊被问斩后，天降大雨，因为这场雨缓解了范县的大旱，百姓们欣喜若狂。晏思泰是挑不出半点毛病离开了。郑板桥闭着眼，任凭雨水淋湿自己，泪水无言地流着。一直躺在床上的费姑像是心电感应一般，突然惊醒。他意识到自己的儿子永远离开了。他强撑着虚弱的身体，踉踉跄跄地来到走廊，对着天空大呼俊儿，随后就晕倒在了地上。小梅急忙上前扶起了费姑。行场上，郑板桥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小梅跑到刑场，告诉郑板桥费姑病危。郑板桥来不及伤心，急忙和小梅赶回县衙。看到费姑奄奄一息地躺着，交代了自己的遗愿。费姑请郑板桥为他也做一首诗。郑板桥跪着含泪为乳娘做了一首诗。费姑听着这首诗，追随着李俊的脚步，撇下一切离开了人世。郑板桥泪如雨下，小梅也是嚎啕大哭。子阳啊，把你那颗牙拿回家，扔到房顶上，才能长出一颗新牙。你记错了，是右边。子阳为了证实二叔就是自己父亲，故意把小时候摔坏牙右边说成左边。范仁富一时大意，露出了破绽，眼见纸包不住火了，他索性承认自己就是范仁富。子阳对父亲劫后重逢，并未感到快乐，他对父亲的所作所为相当的失望，却又无奈。原来我爹竟然是郑板桥判决的罪大恶极之人，我爹到底是什么人？我竟然一无所知。当他知道自己错怪了郑板桥，感到万分的后悔，对无辜搭上性命的李俊更是悔恨的痛彻心扉。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子阳流着泪恳请父亲不要与晏思泰同流合污。范仁富也明白晏思泰并非善类，答应子阳远离晏思泰，不再做伤天害理之事。子阳对父亲的话也是半信半疑，父亲答应会陪着他和香菱一起离开。见父亲这么有诚意的表态，心里感到十分的高兴。几经磨难的两父子终于相认，激动的悲喜交加。我最近这是怎么了？总是恶心、呕吐。子阳来到香菱的房间，表示范仁富亲口承认了一切。香菱为子阳找回父亲感到开心，突然又恶吐起来。子阳赶紧叫父亲请来大夫。大夫看诊后表示香菱有喜了。范仁富听到后有些吃惊，亲自把大夫送出家门。子阳来到床边看香菱，他感到有些害羞。子阳一直以为那夜只是一场梦，埋怨香菱不告诉自己。香菱表示那夜是子阳酒后所为，并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心意。子阳向香菱许下承诺：香菱，相信我，我会照顾你一辈子，不再让你受半点委屈，不再让你有半点伤心。范仁富在门外听到他们的谈话，悔恨自己差点铸成大错，害了自己的亲孙子。他下决心要好好做人，给那还未出世的孙子积福德，
慎郡王进宫替郑板桥求情，还拿出了郑板桥做的诗画，诗中字字饱含了郑板桥对百姓们的爱戴。皇上知道郑板桥是个好官，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也只能暂时委屈了郑板桥，并让慎郡王尽快查清郑板桥开仓放粮的原委。慎郡王十分理解皇上的苦衷，表示自己定会查清此案，还郑板桥一个清白。李郡王为了能让晏思泰担任军机大臣一职，在府上设宴请来了军机大臣封建波。他劝封建波告老还乡，把位置让给晏思泰。这位封大人当然不干，于是他说出了封大人曾经的过往。我给您提个醒吧，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呵呵，封老，去年的8月13，您在万花楼包了个花魁，应该花了不少银子吧？硬是逼着封大人辞职。次日早朝之上，封建波就识趣的向皇上提出了辞呈，并推荐了晏思泰为接替人选。两位贝勒爷也一唱一和的夸赞了晏思泰的政绩。李郡王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朝堂上周大人说了反对的话，表示重要位置用人需谨慎。皇上表示赞同周大人所说。对于那些居心叵测之人，皇上表示十分的反感，当场的拒绝了李郡王的提议。看来晏思泰本人还得再加把劲儿才成了。晏思泰觉得范仁富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知道太多他肮脏龌龊之事，觉得范仁富的存在对自己有很大的威胁，于是他设法让范仁富不知不觉地走进他的陷阱。李郡王需要一批火铳子，但是一定要精良。这事儿啊，要办得隐秘，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范仁富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太乙君，你好大胆！你竟敢私下购买军火，你想造反？看看这位阴险奸诈之人，竟然是山东巡抚。晏思泰觉得范仁富的存在对自己是个威胁，便污蔑他私购军器，假公济私的扣押了范仁富。范仁富大呼上了奸贼的当，但却为时晚矣。范子阳因前几日阻止父亲为晏思泰购买火铳子，和父亲发生了争执，一直找不到他，万分的担心。他与香菱来到酒馆，听到旁边的百姓正在讨论一位姓范之人私卖军器被抓，正在刑场要问斩了。子阳听到后心中顿感不妙，立即赶到刑场，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子阳激动的就要冲上前去，被香菱一把拉住。香菱劝他不要冲动，现在上去不仅救不了父亲，自己还会被牵连进去。范仁富破口大骂：你这个无恶不作的卑鄙小人，竟然如此陷害于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晏思泰此时并不生气，甚至有些得意地说着：范仁富因修建黄河堤坝，偷工减料，贪赃枉法问斩案，为保全自己与孪生兄弟调包，而今又私购军器，意图谋反，判定斩杀了范仁富。藏在人群中的范子阳气愤地叫了一声狗官，这句话被范仁富听到了。他意识到子阳就在附近，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儿子，他故意激怒晏思泰。晏思泰，禽兽不如的东西，你的恶行恶状迟早会被人告发，你会不得好死！晏思泰下令处斩了范仁富。子阳亲眼看着父亲被斩杀，与香菱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扳倒晏思泰。陈轩和吴良芳为了能减轻郑板桥私开粮仓的罪责，将郑板桥勤政爱民与钻研南道北中的手稿差信使务必亲手交给慎郡王，让慎郡王呈给皇上。郑板桥觉得自己即将被捕，废寝忘食地处理着公文。小梅陪伴在一旁劝说着，让他先吃完饭再忙。郑板桥感慨自己时间不多，希望能替百姓们多做一些事。他拿出一把扇子赠予小梅，表示上面有自己画的兰花。小梅告诉郑大人自己会好好爱惜这把扇子。说话间，晏思泰带着一批衙役来到县衙，不由分说的命人带走郑板桥。姚三、小梅等人挡在了前面，阻止了胡作非为的晏思泰。他们表示为何不见刑部公文。晏思泰表示郑板桥是自己的下属，抓他不需要这些。郑板桥表示私开粮仓是大罪，自己早就等候朝廷的惩罚，但是要有刑部公文。晏思泰告诉郑板桥，他罪责有二：一是私开粮仓，二是他处斩范仁富的时候没有核实范仁富的身份，杀错人，而至今还不知道。郑板桥闻听此言，感到十分震惊。为了弄明白晏思泰所说之事，从容不迫地跟着晏思泰走了。怎么是你？瞧瞧小梅这个暴脾气，昨天才和这位公子出使，今日却剑拔弩张，究竟是什么事让他这么的气愤呢？山东巡抚晏思泰恭迎皇，叫我四爷吧。陈轩看到了晏思泰与皇上一起同行，因为陈轩并不知道
此人就是皇上，以为他与晏斯泰是同道中人。小梅把艾四爷所说的话告诉给姚三等人，希望这位艾四爷能帮他们。陈轩告诉小梅，这位艾四爷并不靠谱，还告诉大家刚才自己在街上所见之事，让大家另想他法。小梅怕这位艾四爷接近他们有什么目的，觉得前往一探究竟，所以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晏斯泰包下整间酒楼，盛情款待了当今皇上，并趁机向皇上介绍这里的百姓是如何安居乐业、歌舞升平。当皇上提及郑板桥时，晏斯泰却言辞犀利的把郑板桥痛批一顿，还说郑板桥贪赃枉法，与百姓口中所说是大相径庭。皇上并未揭穿晏斯泰，还假装表扬了晏斯泰。晏大人办案可真是果敢神速啊！为了表现自己，晏斯泰请来了当地有名的花魁给皇上表演助兴，自认为把皇上伺候得妥妥帖帖。朝堂下，李郡王再次建议晏斯泰查处郑板桥有功，应提拔他为军机大臣。皇上见李郡王这般的处心积虑，便顺手推舟答应了他的请求。慎郡王这边也给皇上带来好消息，禀皇上，关于晏斯泰安在郑板桥身上2条莫须有的罪名，现已查明真相，而且证据确凿。慎郡王表示自己证据在握，皇上非常认同慎郡王，并与慎郡王商量如何降服李郡王等人。收到好消息的晏斯泰来到京城郡王府，李郡王的党羽们向晏斯泰表示祝贺。晏斯泰十分的感谢李郡王，和在座的各位更是给李郡王送上了厚礼。请王爷赏眼。晏斯泰献给王爷一枚光彩夺目的夜明珠，李郡王大为惊喜，对晏斯泰非常的认可。其实李郡王不知道的是，这颗夜明珠正是几年前饶氏父子押镖被劫的那颗，其实当时就是进献给王爷的。晏斯泰新官上任，甚是欢喜。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开心不过3秒就要悲剧了。慎郡王表示要与晏斯泰对峙郑板桥所犯之事，晏斯泰信心满满的表示要让慎郡王等人心服口服，愿意配合慎郡王。皇上有旨，宣范子阳觐见。晏斯泰和李郡王大感不妙，范子阳把晏斯泰是如何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如何陷害郑板桥一事统统的说了出来。晏斯泰没想到他的恶行在他高升的这一天被昭告天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李郡王等人是哑口无言。晏斯泰对于范子阳的举证，他是百口莫辩。皇上下令革去晏斯泰的顶戴花翎，即刻押入刑部大牢。晏斯泰的好日子终于过到头了。李郡王为了对付郑板桥，竟拿着郑板桥早年写的对联，断章取义污蔑郑板桥叛逆谋反，将郑板桥关押至刑部大牢。陈轩与小梅来到京城，他们找到了慎郡王，商量着如何解救郑板桥。小梅向慎郡王询问是否认识一个叫艾四爷的生意人，因为此人前些日子对他说过会将范县大米帮自己呈给皇上。慎郡王表示自己认识这个人，答应小梅到时会帮忙引荐。范子阳来到李郡王府，前来投靠李郡王，但是李郡王对于子阳在皇上面前告发晏斯泰一事表示非常的不满。子阳表示自己是带着诚意来的。王爷，里面都是父亲与晏斯泰的书信，还有当年饶氏父子为李郡王押镖的物品清单。晏斯泰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劫了本王的宝物，反过来又送给本王，实在可恶。随后子阳又拿出了一张图纸呈给王爷，这不正是本王寻找已久的沙俄碎发枪制造图吗？李郡王看子阳这么有诚意，答应让子阳留在身边做事。爹留下的这份制造图，我让人重画了一张，隐藏了机芯部分。子阳表面上是投靠李郡王，实际身份是个内应。宫里传来消息，慎郡王要亲自提审晏斯泰，这让李郡王感到有些压力。子阳这时提醒王爷，晏斯泰知道太多秘密，不如弃车保帅。李郡王匆匆赶往刑部大牢，晏斯泰一见自己的主子，仿佛看到了希望一样，赶紧给王爷报告。虽然自己吃尽苦头，但是并未出卖王爷。李郡王却翻脸不认人。晏斯泰，你为了谋求军机大臣职位，处心积虑，丧心病狂，你就认罪吧。我所干的一切都是这个李郡王让我干的，来人呐！李郡王见了慎郡王，谎称晏斯泰是自己利剑之人，但是不知道他竟如此阴险歹毒，所以要替皇上除掉他。慎郡王心里清楚为什么。
李郡王要这么火急火燎的除掉燕思泰，因为一时没有证据，所以只能暂时放过李郡王。子阳把小梅约了出来，把李郡王的行踪透露给小梅，希望小梅可以把消息传出去。慎郡王带着小梅来见皇上，小梅此时还不知道此人就是当今皇上。艾四爷，原来你也在这儿啊！得知此人就是皇上，小梅吓得赶紧跪下。随后，小梅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知道的事告诉了他们。皇上更加确定了李郡王的谋逆之心。他既要拥兵自重，朕就要剪其羽翼。皇上亲自来到军营，王爷贝勒等人见了皇上，倒是毕恭毕敬的行礼跪拜。可操练的士兵一刻没有停下的意思，普天之下竟敢这么无视皇上，这谋反意图也太明显了吧！皇上此时的心里已另有谋算。慎郡王来到刑部大牢看望郑板桥，看到郑板桥作画题词：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将尽，任尔东西南北风。看到身处逆境的郑板桥，内心竟如此坦坦荡荡，对其十分的欣赏。慎郡王把近来的形势告诉了郑板桥，一向足智多谋的郑板桥为皇上献出了一条妙计。好家伙，这是发生了什么事？还摆这么大的阵仗？原来是皇上出宫狩猎。近期皇上的一举一动都在李郡王的掌控中。为了要笼络朝廷之心，皇上设宴请大臣们，可是来参加宴席的大臣却寥寥无几。但是李郡王府却宾朋满座，热闹非凡。慎郡王觉得十分纳闷，并把此事告诉了郑板桥。机智过人的郑板桥马上意识到皇上身边有李郡王的内奸，便让皇上放出假消息，揪出身边的内奸。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皇上带着王爷贝勒来到狩猎场，君臣的好戏就要开场了。他们故意兵分几路，好麻痹李郡王等人，误认为这是刺杀皇上的好时机。只见贝勒爷掏出火器，朝着皇上开了一枪，应声倒下。李郡王见皇上重伤倒下，就要上前确认，但是这时皇上却安然无恙地站在他们面前，这明显是要谋权篡位。倒在地上的人也站了起来，原来是郑板桥设计让小梅做皇上的替身，认为小梅武功了得，这样好引蛇出洞，露出马脚。皇上下令将李郡王等人暂时的扣押至皇宫，皇上收回王爷等人的一些兵权，且削去了他们的爵位，闭门思过，并下令无罪释放郑板桥。郑板桥对慎郡王的帮助是万分的感谢。小梅终于把郑板桥盼回来，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真没想到峰回路转，你能够毫发无损的回来了。现在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沉冤的血的郑板桥感慨这段日子宛如隔世。郑板桥向小梅表白了自己的心意，惺惺相惜的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子阳了却心愿后，准备离开京城，因为惦念怀有身孕的香菱，那叫一个归心似箭。郑板桥与小梅为子阳送行，子阳向郑板桥表达了歉意。郑板桥并未怪罪子阳，还祝福子阳与香菱幸福美满。皇上非常的认同郑板桥，认为他有勇有谋，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要嘉奖郑板桥。这次朕能够顺利平反逆贼，多亏郑板桥暗中筹谋，帮朕应对，此乃功不可没。郑板桥，不如即日起就把你调至京城来做京官，如何呀？但郑板桥表示自己愿意留在范县造福一方百姓。皇上觉得范县也是自己的天下，答应了郑板桥的要求。郑板桥带着小梅一起回到了范县，全城的百姓都夹道相迎，万分高兴。郑板桥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礼，乡亲们，各位上眼看！这可是皇上亲笔御赐的牌匾，让范县的大米成为贡米。郑板桥虽为一个七品芝麻官，却实现了人的至高境界，治国齐家，造福人民。